好，那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对动物非常重要的地方。哇，是哪里？等一下，这地方环境非常优美，而且虫鸣鸟叫的，到底是哪里？好，那我们往后看，嘿，这就是我们的动物医院。动物医院。等一下，我最讨厌打针看医生的，你带我来医院干嘛？我超正常的，好不好？哎呀，其实真的外观看起来很正常，没错，但是内心啊，或是其他地方，对。好啦，不要再闹了，你赶快告诉我为什么带我来这里了。那我们等一下进去是想要询问一下我们的兽医，对，他们在这段期间对于我们小犀牛的观察。其实我们动物医院它本身还身兼了就是新竹县政府它委托的一个救伤单位。也就是说，外面啊可能收到一些小鸟或是一些野生动物，它如果有什么问题，就是民众通报的话，对，他们第一时间会送到我们这边做一个初步的检查。哇，那听起来厉害咯。好啦，话不多说，事不宜迟，我们马上来看一看。好，走。好，那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动物医院啊，那这位就是我们园区内的兽医，他叫泰宇。哇，太帅了！我们兽医是负责就是整个六福村全园区的动物，包含大型草食兽，那当然我们狮子、老虎、肉食兽，还有我们的禽鸟啊这些。那这样子我会有问题啦，阿福，我们的犀牛平常受伤也会送到这边来吗？其实我们的犀牛啊，它们已经算是很大型的动物了。对，一般来讲，优先的话都会到现场，就是请通知兽医之后到现场去做一个诊疗。对，基本上我们园区的犀牛，他们都生活的蛮好，因为他们在野外也没什么天敌。我知道，所以我们犀牛在我们这边园区基本上是过得好、吃得好、睡得好，生活没烦恼，长官如父母，兄弟如手足，对不对？对，好，那就对了。那这样子，野外的犀牛，它们最常受伤是为什么原因啊？听说在野外的犀牛基本上是没有天敌，但是常常会死亡，常常会受伤。最大的问题还是来自于我们人类。我们人类的滥捕滥杀、盗猎，还有就是他们原栖息地的破坏，才是真正造成犀牛濒临绝种最大的主因。对，而且他们盗猎盗杀都是为了犀牛角。那犀牛角的话，在传统中药的配方里面，它是有一个传言是说，发高烧的时候吃那个犀牛角磨成的粉是非常非常有效果。但是在1983年的时候，有一个药厂去实际真的去做了这个研究，那最后发现，其实犀牛角它的成分跟我们的指甲、跟我们的毛发是一样的，它没有办法镇热，没有办法解痛，它根本没有任何的功效，它的成分就跟你的指甲跟头发是一样的。如果你喜欢指甲的话，来这边可以很多给你吃；如果你喜欢吃头发的话，来这边头发很多也可以给你吃，好不好？好，那其实我们园区啊，我们是有一个犀牛角的标本。其实这个是我们园区内它一只比较年老的犀牛，它之后过世了之后，我们把它拿来做一个标本，可以让民众去了解犀牛角，还有像是盗猎啊、保育的一些观念。再次的呼吁大家没有买卖，没有伤害，这都是一条生命。讲到这边不只是口渴了，我肚子也饿了。阿福，可以吃饭了吗？不行，为什么？因为动物还没吃饱，我们是不能吃饭。为了犀牛，我可以。那好，我们出发吧。好，走吧。好，走。阿福，等一下，你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也要吃那么多生菜沙拉这是犀牛下午吃的一个新鲜的，就是现场人员他下午去割的一个新鲜的牧草。因为以前的人他们会觉得说它长得像狼的尾巴，叫狼尾草。好啦，那走啦，等下上车，走。阿福，你这场景太恐怖了吧？等一下，我站在他们的食物上，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是他的食物啊？不要担心，这其实是我们每天下午的一个例行的工序。对，那我们就是这样子把草放到下面去之后，然后放成几堆让他们去吃，然后擦了之后，对，然后我们就撩下去这样子。我的天哪，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这动作其实很辛苦犀牛一天要吃几公斤的草？基本上的话，一只犀牛它其实包含像现在这些牧草、饲料啊，然后还有像一些干草，它一天大概吃40公斤左右。刚刚整车的那个草
生菜沙拉全部都不见的一瞬间。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草食动物区嘛，对，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需求草的量非常大。那其实你看到后面有砖屋，一个是木屋。我知道3只小猪的故事，对不对？而且看我今年就是猪年。对，那其实原本是有一个草屋的，那其实我们的草屋到最后被其他牛吃掉了。这个故事我知道，就是我们的同仁啊，听说花了2个礼拜盖一间草屋，对，然后半年就被吃光了。真的是食量真的非常的惊人。天哪，福狗太辛苦了。不过我觉得也是有意义啦，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我们的小犀牛，听说我们要把它从产房，把我们育殖中心放出来，让它到园区里面去，对不对？其实我们已经都已经做好公关了，我们也已经打点好了。对啊，刚刚说我们刚刚动作就是帮小犀牛打公关，大家等一下要出来喽。这个 OK 啦，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累啦。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让我们的小犀牛跟妈妈阿猪母子啊，我们让它从产房出去了。我走吧，还是看小犀牛吧。好，走吧，走。那个要抽血检查。